一定要开贴门。伏魔降龙拳。好了，阿友刚说出口，看了眼众人，自己抬手在自己嘴上抽了一下。当我没说。林浩还在疯狂收线，他知道这是在和金枪鱼的较力中，他占据了上风。金枪鱼采用了迂回战术，直接掉头往船的方向冲来。一旦线的拉力消失，他就能借这个机会脱钩逃掉。但他现在遇到的可是极力量、技能于一体的钓鱼高手。林浩早就在防着这一步，所以当感觉到力量减弱时，他收线的速度也在一瞬间加快。这回摇轮都摇出了残影。阿晨准备干钩，包哥拿绳子打一个套头结。两人相继应了一声，没一会便都准备好，站在了他两边。阿晨，等一下，我尽量把鱼拉到船边，你的竿钩要在第一时间钩中鱼尾的位置。知道了，阿浩哥。林浩喘了一口粗气，再度发力，不仅要保证鱼线的拉力，还要想办法让金枪鱼不至于钻进船下边。虽说他的线是系统的，但也架不住船体来回的切割和磨损，所以这一刻他不仅收线，还加上了扬竿的动作，就是想着把鱼再度拉到水面上。已经搏斗了近20分钟，林浩虽说没有脱力，但这回也是汗如雨下。船上大家都有心换他，但没一个人敢出口的，大家没这个力气啊。阿晨，现在！林浩的一声大吼，阿晨快速的探出钩子，猛地用力。阿浩哥，我钩中了。林浩长长的输出一口气，当然他还是没放松。包哥，绳子套中尾巴。赖包不要他交代，已经试着在套了，好不容易把绳子套中，随即一拉，直接就把鱼尾给拴住了。至此，这尾鱼算是彻底钓上来了。林浩一屁股坐地上，阿四赶忙给他倒了一杯水。阿浩，喝一口。林浩一口气灌掉，双手在口袋一拍，随即苦笑了起来，忘了自己要戒烟了。有烟，别给我，习惯性动作。林浩摆手，歇了大概几分钟，他起身来帮忙，差不多了，我们把鱼拉上来。这次没用他动手，船上几人一起用力将鱼给拉上了船。哈哈，是蓝鳍金枪鱼，阿浩是伟大蓝鳍。赛林姆，这怕有400多斤吧？阿浩，能不能值20万？20万不止，包哥放一下血。听到不止，大家都很高兴。赖包找来了放血，赖包这才叫人帮忙，大家一起将鱼给入了库。林浩歇得够了，正想把鱼竿收起来，结果下一刻远处居然又有一尾跳出水面。妈的，这群鱼还没跑远。阿斯，再拿一条活鱼来。阿斯也看到了跃出水面的鱼，拿着抄网就往小货舱跑去，没一会便拿来一尾有2斤左右的石斑鱼。林浩将鱼给挂上，再度抛钩入水，这次等的时间还要更短些，也就3-4分钟。竿尖猛地一沉，又是熟悉的出现声，又中了，又是蓝鳍金枪。赖包他们刚把鱼入库，就见林浩身体呈反弓形，显然是跟水里的鱼在较劲。更大。林浩喘着粗气，也只能吐出这2个字了。这一次较劲的过程更长，也更艰辛，许久没有的肌肉撕痛感，这回也感觉到了。毕竟他是人，身上的是肉，不是钢铁。金枪鱼那巨大的拉力，到底让他的肌肉近乎于承受的极限。好在他完全脱力前，金枪鱼首先认怂，又开始玩起了迂回的套路。等的就是这一刻，林浩再度开启疯狂收线模式。阿晨和赖包也培养出了默契，一人拿着竿钩，一人拿着打好套结的绳子，一左一右站到了他旁边。现在，阿晨猛地探出钩子，钩中的同时便用力上提，赖包的绳子适时落下，将鱼尾部给拴了起来。确定拴牢，林浩这次连退了2-3步，这才全身一软跌坐在甲板上。阿浩，我又看到一尾跳水的。阿友指着水面道。林浩只是干巴地回复了呵呵2字，现在别说再钓了，就是拿起鱼竿都费劲，一点眼力劲都没。没看到自己2条胳膊都在打着抖啊。哈哈，真的更大些，我估计有600斤了。不止，这条比刚刚那条胖了不止1圈，也长很多，我估计至少有700多斤。乖乖，700多斤的鱼一个人钓上来了，还是人吗？阿友又嘀咕了一句，不过这次他说得很轻，就连旁边的阿晨都没听见。照就是放血入库。阿晨从库里拿出2斤虾白灼了，我要吃。林浩挣扎着起身，对阿晨说了这么一句，便强撑着往多室走去。此刻也才下午1点多，其实刚吃过饭，但林浩知道自己的身体现在就是需要高蛋白的东西补充，这样自己才能快速的恢复。知道了，阿浩哥，你歇着，煮好我端过去。阿友实在是忍不住，凑到林老二面前。五哥，阿浩一个人拉起这么大一条鱼，你就一点不好奇吗？好奇什么？不是，这样把鱼钓上来，是人能干得出来的。咸吃萝卜淡操心。行了，马上该起网了。阿浩就是大力士，咋的？有力气还是罪过了。坐在多室的林浩，还是让阿和给他点了一支烟，不过也就抽了一口，他就给掐了。倒不是说他没有毅力，这一刻他需要一口尼古丁来缓解身上的酸痛。哥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要歇一下，再过半个小时提醒大家收网。
恰在此时，老猫走进了座舱，语气兴奋道：“阿浩，你一人拉上来2尾大金枪。”林浩苦笑着甩了甩2只胳膊，差不多废了。哈哈，能拉上来你是真牛！我进库里看了，那2条值个大几十万没问题，抵得上我们拉1-2天的网了。猫哥，给你留了饭，我让阿晨给你端过来。阿和笑着给老猫打了根烟，还让开了座位。老猫昨晚开了一夜，林浩清早接班，就让他睡了。到现在差不多5个半小时，没一会，不仅老猫的饭端来了，阿晨把白灼的虾也端来了。我手干净的，帮你剥壳。不用，只见他拿着一只虾，沿着虾壳就这么嚼起来。虾壳补钙，哈哈。老猫也笑着摇了摇头，开始干起自己饭盆里的饭。阿晨还给他拿来了一罐子啤酒，有吃有喝的。因为有系统的转换，所以虾才吃了一半。他明显感觉身体的机能在一点点的恢复，胳膊上的撕扯感也在逐渐的减轻。什么时候起网？差不多也行了。老猫听说能起，便通过喇叭通知起网，又扭头对林浩道：“我去看着，你歇会。”不用，好多了，我过去吧。把2斤大虾像颗毛豆一样吃完，身上暖洋洋的，早先那点撕扯的感觉也不翼而飞。妈的，太变态了！他都忍不住在心中骂了一句自己这具身体。想一想，自己站在擂台上，来一句我要打10个，不对，应该在自己家的大床上。嘿嘿，老猫挠了挠头，因为他又看到林浩那莫名其妙的笑容，有啥可乐的？这要是再过几年，老猫或许就知道用一个合适的词来形容这会林浩的状态。意淫。